魔力的。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所以我得对着我的草稿说。我是一个不会告别的人，我真的很害怕告别，所以我经常在告别还没有来临的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开始预设告别了。当我养一只小猫的时候，我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当我欣赏一场夕阳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夜幕笼罩了。我快乐的时候会一边快乐，一边担心幸福的时光在流逝。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我在婚礼上会控制不住地想，我什么时候会离婚啊？所以来桃花坞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想象过今天了。从跟大家相遇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了。有一天，王新月问我，我给大家拍照是不是为了完成工作？不是的，我为大家拍下照片就是我在告别。我希望大家在看到照片的时候，就会想起这段旅程，想起镜头背后的我。太好看了，你俩今天太有 CP 感了，好绝啊！哇，桃花坞男团，我在东北的雪地里，用一点点雪花放那个眼睫毛上，哇，好漂亮！在狂风暴雨的旷野里，哎呀，可帅了！我都留下了再见。在桃花坞，我其实说了无数次的再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真正告别的时候松一口气。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如果在拥有的时候不冒出失去的念头就好了，不会设想结局就好了。所以我想跟总是预想告别的自己说再见。如果时间可以回到第一天，我不会再带着这种要跟大家说再见的心情相处。反正很高兴认识大家。走，嘿，我刚刚把时钟拨回到了26岁，因为26岁进行了我第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告别，就是我彻底告别大学生活了，跟我的学校生涯一直没能说一句再见，因为我当时特意在毕业的时候查了，我租的房子离学校只有35分钟，所以我想说，相见既然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在告别的时候就没必要太过用力。我只是没想到，在我进入工作1个月后，那个时候是在做编剧的工作，工作的很不顺心。有一次从长沙回家的路上，然后在出租车上就睡着了。然后当我睁开眼往右一看的时候，发现是我们学校。那一刻没有什么感情，但眼泪就不知道为什么流了出来。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和我学校的第一次相遇。第二次相遇是前1个多星期、2个星期吧。我在1个星期之内同时回到了我的本科山东理工大学和研究生学校北京科技大学。进去之后，看着在学校里走的同学们背着小书包，然后就
非常轻松又坚定的走向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好羡慕呀！我真的好羡慕。也好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发现我回到学校之后和他们再相见的时候，记忆我发现不是一点一点的袭来，是所有的记忆一起袭来。你会在篮球场上看到无数个自己在那里打篮球，在那条路上看到无数次你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向教学楼，走向图书馆，走向食堂。就那个记忆一起袭来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呀，好幸运呀！说我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那么美好、那么轻松、那么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很开心和我的大学生活再次相见，也再见了我的大学生活，谢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值得回味大学生活，包括现在我最好的朋友，我玩最久的除了我家乡那几个，就是我大学同学，就是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都会聚，然后我回北京都是住他们家，就是真的一段很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就是觉得那一个时期的王子奇可能很难再回来了，荒唐、无拘无束。就那时候我是在纯旷野，现在是轨道。其实让我想说 say goodbye 的时候，我想了一大圈儿，确实我也没想出来太多想拜的。想干啥？我还是比较习惯告别的一个人。我觉得每一次真心的说出再见的时候，不是再也不见的意思，都是期待我们再相见。所以每一次分开，我都会好好的说再见。但是今天听到智胜向自己青春告别的时候，我一下没忍住。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向自己的青春好好告一次别。我刚刚把时针拨到了25，就是21年的时候，其实是我工作的一个转折点。21年小五座热播之后，我陆续开始忙了起来，一直到今天，我90%的时间都是工作和工作的路上。正好前天突然间和我以前的发小我们聊起天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在打游戏。我突然觉得打游戏这个曾经充斥在我生活每一刻的一个快乐离我远去了。我突然间感觉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可以和朋友们每天开心的玩，然后兄弟给我发一条微信上号，我就立马坐到电脑前的那个小男孩了。然后我的老板也经常说我，他说王子奇，我觉得你刚刚哪一刻很像一个男人了，不再像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个小男孩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知道我内心依然是曾经那个幼稚的小男孩。喜欢和朋友们在一块冒险，做一些冲动的事情，做一些无厘头无意义只有小孩才能干的事情。确实我在吉龙珠的时候也没有想
说我一定要许一个什么愿望，但我就想把它集齐。就是在25岁那一年吧，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王子奇好像慢慢的远去了。我想对他说一声，再见。这个再见，不是我想把这一部分舍去，而是我希望他永远停留在我生命里。我觉得“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是在我身上会永远存在的，无论我多少岁。谢谢。太中二了，太逗了。那对他来说，他觉得很真诚的。我真觉得挺好的。他是很真诚的，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挺中二的。男儿至死是少年，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至死是少年。斩龙珠，斩龙珠，召唤神了。一个28岁的人要跟青春说再见，你让我64岁的人情何以堪呢？不是那个意思，大妈。我们说的不是跟，明白？我懂了。家伙，他不懂。我把时间往回拨了，停在了那天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跟什么东西再见。我先说一个身体上的吧，我现在不是做了近视眼手术吗？我跟自己以前模糊的世界说再见。看清楚了之后，发现一切跟记忆中那个小时候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小时候一切的视线都是清晰的，小时候也特别的任性，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现在依稀的记得，就小时候我因为想买一个玩具，我爸妈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哭着闹着，最后过去抢，在那个玻璃柜那个有一个特别锋利的玻璃刃上，把我的左手上面划了一个疤，到现在还留着。小时候也是因为想要吃一个冰糖葫芦，站在椅子上够，然后把脑袋上磕破了，缝了针，也哭了，也疼了，就这些感触都特别的清晰。这些都是因为自己想要得到，努力去得到而留下的印记。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逆来顺受的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跟别人提出过我想要什么了。所有的话都变成了是你想要我做点什么呢？可能我自己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有时候我不细想我都不知道，就像是打了麻药一样。所以在集齐7颗龙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其实这点我挺羡慕王子奇的，因为我觉得王子奇属于那种想要什么就干了。他买第一颗龙珠的时候花了很多钱，我记得我当时我还觉得，哎呀，你做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但后来他坚持2颗3颗，就这事儿，你放在我的世界里就觉得很扯，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能小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成年了之后，就其实有时候自己想要什么，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就那一刻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时候，
觉得好像小时候的，像童话里的世界，这些都实现了。哇塞，神了！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没有任何负担的感受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我很难去形容这个感觉。就像我现在的视力一样，就很多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想要的那些东西，想要坚持的东西，好像也变得清晰了。我说实话，如果我要现在想告别的话，我可能想告别这个麻木的生活，浑浑噩噩的，模糊不清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永远是在完成一些就不知道为了什么努力而去做的一些事情。也许我永远都无法告别这样的自己，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至少在某些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冲动。和执着、偏执和想要任性的自己，对，我想要和任性的自己 say hi， 和模糊的自己说再见，谢谢。张新成，我觉得他在桃花坞有做到放肆的去享受，放肆的去玩。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新成的他说的关于他不敢去做什么，不敢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印象其实特别深刻，因为我觉得自从来了桃花坞之后，尤其这3年下来。其实所有的梦想，它的出发点可能就是一个荒唐的主意，然后大家就是荒唐的去做，它就成为现实了。我们干过太多这样的荒唐的事情了，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理解，其实很想跟他讲，没关系，就是会好的。我挑的时间是就现在，然后我想说 goodbye 是对孤独的 goodbye。就是我刚来到桃花坞的时候，很害怕别人觉得我是外人，对。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就是我是唯一一个长得像亚洲人的样子在学校里，然后。在我妈的老家也不是韩国人，然后在中国我是觉得中国是我家，非常热爱，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融入进去，所以这种边缘的感觉，我其实从小有这种经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桃花坞，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去荒岛那个经历，因为在荒岛遇到了各种困难，然后经历了很多事儿，让我就发现，就是像小山呐，还有月月，一直都是很照顾我，就是拉着我一起走，然后我亲程也是帮了我很多忙。丹妈也是，就是从第一天对我特别特别热情，还有温暖，还有任科，我觉得也是。总是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懂你意思。然后还有所有的朋友们，真的你们太好了，就来到桃花坞，我觉得感受到了最幸福的还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和你们说再见是很舍不得。
最后我想给大家送2句中文歌的一个歌词，我很喜欢的。我会牢牢记住你们的脸，我会珍惜你们给我的思念。再见，爱你们哦。妈妈。我想把指针拨到10岁那一年，想和我太爷爷说一声再见，因为我太爷爷是我身边第一个离开的亲人。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会给我准备一些过期胀气的牛奶。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些零食是他自己舍不得吃，留下来给我的。后来那一年冬天，我太爷爷在取暖的时候，全身大面积烧伤了。我一度想去看看太爷爷，但是当时身边的大人告诉我说，太爷爷已经烧得没法看了，怕会吓到我。所以当时很胆怯的我没有见到太爷爷最后一面。我觉得有很多遗憾，我当时太胆怯了，所以其实我当时没有好好和他告别。然后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我想面对大海，好好和太爷爷告一次别。我不是曾经那个那么胆怯的小孩了，我慢慢的成为一个勇敢的大人。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想跟你说一声再见。小善的发言其实很触动我，他是一个很羞于表达情感的一个小朋友，所以他说他太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很意外。但是他有一句话是他说他太爷爷给他拿出了一包胀气的牛奶的时候，他笑出来了。他会给我准备一些，是他真的觉得这个画面很可爱吧？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慢点，看着脚底下。那我说的不好，你不要骂我好不好？行吧，你就这思路清楚一点就行。这就很难了，妈妈。这我你是会讲话的孩子。我不会，我的心里只有爱妈。